我近期睇到一個所謂嘅宗教，睇完之後咧，我只可以講，只要你唔尷尬嘅，尷尬永遠都係喺人哋度。嗱，宗教本身咧就好難融合㗎啦，因為教義上面好容易會起衝突同埋矛盾。但係呢個勁啦，有冇見過一間地方公廟將濟公拆成幾個師傅，將天尊升做玉皇大帝，再借用基督教嘅七宗罪，最後連外星人都搬埋入去天庭，神明有督導、有司令、有旁佐，仲可以升官添。有一位韓國濟公。講嘢咧係有韓國嘅腔口嘅，但係俾人問咧識唔識韓文嘅時候咧，最後就識得一句沙拉嘿哦。韓文就不會講，一直叫我講韓文，大概可以講就是沙拉嘿哦。老實講啊，呢個已經唔係咩儒釋道融合啦，呢個係宗教版大雜燴，仲要每一樣材料都係互相打交嘅。今日我唔問佢有冇神蹟，我就係想問一件事啫，佢自己講出嚟嗰套設定，究竟有冇一句係講得通嘅呢？Hello， 大家歡迎大家收睇我頻道啊！嗱，有人咧可能會話啦，台灣嘅民間信仰本身就係儒釋道混合㗎啦，有啲咩咁出奇咧？其實喺香港神功界都係㗎，好多都話自己儒釋道混合㗎。嗱，冇錯嘅，台灣民間信仰咧向來咧都係會吸收佛教、道教、地方神明同埋儒家倫理嘅，但係吸收就唔等於亂咁塞入去，真正嘅融合。起碼要答到幾條問題先。首先，邊個神格高啲？邊個神格又低啲？概念由邊一度借翻嚟嘅？唔同教義撞車嘅時候，採用邊一套嘅標準？嗱，我講翻今次嘅主題先啦。呢一個咧元濟公嗱，目前咧呈現出嚟嘅咧唔似有系統嘅融合。更加似見到乜嘢有效果就攞啲乜嘢落嚟。嗱，咁濟公有人氣啊，咁咪濟公咯。玉皇大帝個權威夠晒高啊，咁咪玉皇大帝咯。七宗罪夠晒出名啦，咁咪叫七宗罪啦。攞埋落嚟，聲維啊、頻率啦、光之子夠晒 New Age 啊，就全部加晒入去。嗱，外星人爆話題，就連外星人都擺埋入場。嗱，呢個咧就已經唔係咩三教合一啦，呢個叫做咧宗教關東煮，見到乜就插啲乜。嗱，先睇個官方嗰個師傅們嗰個頁面啦。嗱，入面咧分別咧就列出咧降龍尊者、濟公禪師，仲有李修緣濟公師傅。但係問題係李修緣道濟濟癲又濟癲，一般咧都係指向同一位濟公傳說嘅人物嘅啦，即係同一個人。俗名叫李修緣，法號叫道濟，因為行為癲狂，又叫做濟癲。後嚟就專稱做濟公。好啦，去到元濟公啦，就突然之間拆件喎，一個變幾個，一個咧就係大師傅，一個係三師傅，另外又有李修緣濟公師傅。咁到底係同一個神明嘅唔同化身啦，唔同分齡啦，唔同職級啊，定同一個人物換咗幾個名就當係幾位師傅咧？嗱，宗教當然可以講化身啦，但係你要解釋喎。唔係將同一個人物三個稱呼排成三行，就當呢個神界擴充咗三個職位喎。嗱，先唔好講外星人住，搞掂咗究竟有幾多個濟公先啦，好唔好？嗱，跟住仲誇張，相關內容出現咩咧？蕭靈天尊、玉皇寶座同埋呢個神格升級敘事。玉皇大帝喺台灣民間信仰入面咧，唔係普通嘅部門主管，係天界最高權威之一。即係管呢個天神啊、地神啊、人鬼啊，同埋呢個整套神界嘅秩序。一旦你話某一位天尊升到去玉皇大帝嘅級別，已經唔再係普通嘅起機咁簡單啦。嗱，喺呢個天庭換咗個政府啊，咁我有幾個好基本嘅問題想問下：舊玉皇大帝退休，
係咪？定係俾人調職，定係任期完結咗？咁邊個有資格任命新嘅玉皇大帝？係由更高級嘅神去批准啦，定係由元濟公自己去公佈呢？嗱，如果神高過玉皇大帝，可以任命玉皇大帝，係咪？咁玉皇大帝又點樣算係最高呢？嗱，講真，我唔係雞蛋裡面挑骨頭，係你一將個神格升到最高啊，就必然要面對嘅係制度問題。嗱，唔可以一邊講天庭有嚴密嘅秩序，另一邊咧升官就升到好似 Facebook 嗰度改職位咁簡單。嗱，我接受玉皇大帝會換人嘅説法，但係首先教義唔好咁矛盾先好唔好？同埋點都講下啦，講下換人嗰啲規矩嚟聽下啦，好唔好啊？再睇佢哋嗰啲職稱啦，有上級督導神將、查司令、旁左仲可以升官添。即係繞境活動方面咧，又有呢個核心幹部、前線、維安、醫護、交通、物資同埋呢個銷售組。即係人間活動咧有分工，咁好完全正常啦，我明嘅。但係當神界都開始用上級督導、旁左升官呢一啲公司行政嘅語言，個畫面就會變得好奇妙啦。嗱，天庭好似變咗一間集團咁啊！玉皇大帝係董事長，咁天尊就係 CEO， 咁查司令就係保安總監，旁左就係嗰啲見習經理啦嚇，表現好仲可以升職添。最關鍵嘅問題係邊個負責去公佈呢個神明升官呢？邊個做人界嘅人事部呢？點樣證明升職通知真係有天庭發出咧，而唔係你哋人間組織自己宣佈咧？嗱，當所有神界職位升遷任命都要經同一個人間系統確認，呢個已經唔再係信仰，呢個叫做咩啊？權威閉環。元濟公仲推出咗蕭凌天尊七宗罪系列，有咩咧？色慾啦、貪婪啦、懶惰啦、暴食啦、憤怒啦、傲慢啦、嫉妒啦。喂，熟唔熟啊？熟唔熟悉啊？呢套係基督宗教歷史裏面非常著名嘅倫理分類，唔係道教天尊濟公或者玉皇大帝原生嘅教義。如果想借用外來嘅概念係冇問題嘅，問題係喂，你可唔可以講清楚啲呢？係借用基督教嘅框架，係話所有宗教本質相同啊，定係蕭凌天尊重新發明咗一次七宗罪呢？嗱，如果完全唔交代來源，普通嘅信徒就可能會以為，喂，原來道教天庭咧一直都有七宗罪嘅，即係以前原來冇人知嘅啫。講真啦，呢個就真係唔係咩宗教融合咯，係文化挪用完之後，連引用來源都懶得去交代。更加荒謬嘅係，前面係濟公，中間係玉皇大帝，即係倫理教材都係基督教啦。OK， 後面仲有個外星文明。大佬點搞啊？即係你以為入咗間廟咁簡單，實際上係入咗一個宗教 IP 共享宇宙。而家咧去到成套設定最大嘅漏洞，外星文明。根據媒體報導，核心人物咧曾經宣稱可以同外星文明對接啦、溝通啦，內容咧亦有三維突破啊、高維文明啊、外星使節等嘅講法。團服咧有啲外星人圖案。戒電教咁，即戒電，亦被戒電啦，亦都被解釋為呢個外星文化嘅。好啦，咁問題嚟啦，如果玉皇大帝係三界最高神，外星人究竟歸唔歸佢管呢？嗱，得三個可能性嘅啫。第一係歸呢個玉皇管嘅，咁外星文明只係天庭管轄範圍入面嘅外地居民啦，咁冇乜嘢特別高維啊，係咪先？好啊。第二，外星文明高過玉帝，嗱，咁玉皇大帝就已經唔係最高啦，大鑊。好啦，第三，外星文明同埋天庭平衡嘅 ，OK 平衡。咁兩套宇宙政府有冇外交部嘅咧？邊個負責呢個跨維度聯絡嘅咧？你唔可以一邊話玉皇大帝就掌管三界，一邊又突然之間搬出一班高維外星人出嚟，又完全唔講雙方權限嘅喎。嗱，除非答案係外星人純粹係嗰陣時夠紅啊嘛，即係而家當紅啊，外星人多人揾啊，係咪？所以咧就臨時加入佢個劇情嗰度，係咪？無啦啦加外星人，最大問題咧唔係怪，係佢直接炸爛咗原本成套嘅天庭階級。成套故事最有喜劇效果嘅，真係喜劇效果，當然係呢個咩啊？韓國濟公。嗱，根據媒體嘅報導啦，直播裡面咧出現咗一位韓國金權龍濟公禪師，用韓國嘅腔口講中文嘅開示。有人問佢啦，有人問佢：喂，你可唔可以講韓文啊？識唔識講韓文啊？答案係我唔識嘅，大概咧淨係識得講沙拉嘿喲嘅啫。咁咧呢度咧根本就唔需要用咩科學驗證啦、神明嗰啲唔使啦。即係我呢一集根本就唔需要講咩好
好理性嘅驗證啊，成我唔使啊，大佬，我都唔明點解會發生呢件事，淨係睇角色設定都已經夠做啦。如果韓國濟公受到機身語言能力限制，咁點解韓國腔係可以跟住落嚟嘅咧？如果連口音都可以跨國降價，點解語言能力留咗喺韓國就上唔到身呢？最合理嘅解釋可能係神明嘅國籍可以降臨。係咪？但係語言包就下載失敗。成件事咧之所以令人笑咧，唔係因為大家唔尊重信仰，係因為設定前後咧自己撞車啊，仲要撞到咧連普通人一聽就明。好啦，咁戒電又點解咧？其實我真係好努力去揾戒電點解嘅。根據媒體嘅轉述，解釋係唔係英文粗口嚟嘅，係神明見到人類某啲行為覺得尷尬，所以就會放電，而且係外星人文化。呢個設定咧，其實真係好有代表性。外界一質疑戒電似唔似呢個粗口嘅諧音，佢哋個系統咧就即刻生產一條新宇宙規則，就係咩啊？神明會尷尬，尷尬就會產生電力。哇，咁掂啦 ！AI 而家 AI 咁當道，冇電用啊！你不停尷尬得㗎啦咁樣，即係外星文明咧會使用呢一種電，所以叫做戒電。如果每一個質疑都可以靠即場新增嘅設定處理，咁成套信仰永遠唔會錯嘅喎，因為錯嘅永遠都唔係佢啊嘛，只係你未聽過我哋最新最 update 嘅版本啫嘛。OK， 咁七宗罪咧內容咧會批評呢個虛榮、消費、身份優越同埋呢個社交平台嘅炫耀，但係元濟公咧自己有咩啊？有咩統一旨意有旨意，好啦，大型外星人圖案。戒電口號、清楚嘅組織分工同埋銷售組。嗱，我再次講啦，團服同埋銷售本身唔代表係錯，但係矛盾係一邊批評現代人靠品牌同埋商品建立身份，一邊自己製造一套辨識度極高嘅宗教品牌。你着紫衣印外星人，講專屬口號，行出街一眼就知你係邊個團體啦。唔係咁，呢個唔係正正就係用符號、商品同埋群體形象去建立身份嘅認同咩？佢批評嘅究竟係消費主義本身啦，定只係批評人哋嘅品牌，順便推下自己嘅品牌出嚟呢？嗱，目前咧就冇問事啦，冇辦事啦，但係喺同一頁又話嘅，多聽神佛上課，80%嘅事都可以解決，80%呢個唔係普通嘅宗教安慰語句喎，係一個非常具體嘅成效數字喎。咁我想問下點計？80個人入邊有64個人都可以解決到問題，解決感情、工作、婚姻、運勢定係健康啊？用咩標準判斷要解決咧？嗱，以前咧資料曾經出現咧現場同埋線上問事解安排啦嚇，而家咧就冇咗問事啦，但係聽課就可以解決80%啦。咁究竟係停止處理人生問題啊，定係將問事重新包裝成神佛嘅課程咧？嗱，前面全部都可以當係荒謬設定啦嚇，荒謬到一個點啊！但係去到倫理咧就唔好笑啦。元濟公咧官方宗旨有感恩、孝順、禮貌、學習。但係 TVBS 報導過，直播中出現天道報應，會令到全台灣人啊都要一齊陪葬之類嘅言論。全台灣陪葬喎，即係外面真係有人挑釁或者淋屎啦，叫潑穢物啦，係啦，惡意侮辱行為本身係唔啱嘅。但係點解其他完全冇關嘅人要一齊陪葬咧？我想問下。一套聲稱祭祀、教化、感恩同禮貌嘅信仰，一受到攻擊就將懲罰擴展到無辜嘅群體，呢個唔係叫天道咯，係情緒失控之後再套一件神諭外套咯。嗱，更加危險嘅係咩啊？佢話你可以唔信，但係你一批評就可能會分類成為呢個宣文造謠、冇口德、嫉妒、心態黑暗。喂，你同冇乜分別嘅喎，即係表面上歡迎信仰自由，實際運作係你可以唔信，但你唔可以合理質疑，因為一質疑錯嘅，自動變成係你嘅人格。喂，我唔需要直接叫元濟公做邪教啦，而家根本就唔使啦，亦唔需要靠未證實嘅血水啊，咩300萬收入或者詐騙傳聞啦，乜都唔使啊，單靠佢自己公開嘅神明名單、職級課程、外星說法同本人嘅回應，已經足夠睇晒成個問題啦。成套系統咧係冇穩定嘅邊界。嗱，濟公明號撞車就拆咗幾個師傅出嚟，你應付及之及精神啊？權威唔夠高就即刻升到呢個玉皇大帝，倫理內容唔夠就即刻借呢個7宗罪，宇宙規模唔夠就加個外星文明喺後面，名詞咧俾人哋笑啦，就即刻發明啦，神明監解放電啊，啲咩料啊？即係有人質疑，就將質疑者重新定義成宣文造謠、嫉妒或者心惡。嗱，呢種系統最勁嘅地方係咩啊？唔係解釋力好強啊，係佢永遠唔容許自己錯，每次出現漏洞咧就即刻加一條新嘅設定落去。所以咧，元濟公最詭異嘅
唔係佢係咪外星人啊，係一套已經互相矛盾嘅説法，仍然可以靠權威不斷自行升級。儒釋道混合，唔好笑，即係唔好講笑啦，唔好侮辱咗儒釋道咁喎。佢哋各自都有幾千年嘅思想、經典、義理同埋制度。呢一套目前睇落去更加似係咩啊？濟公做門面，玉帝做權威，七宗罪做教材 ，New Age 做包裝，外星人負責流量。最後我真係想問一句：如果再次出現矛盾，佢哋係咪會增加多一個神明去解決呢件事，定係直接宣佈喂外星人正式接任呢個玉皇大帝？頻道嘅觀眾朋友，小弟誠意邀請散落世界各地嘅你。如果你中意玄學或者法科，或者對各種靈異故事特別有興趣嘅話，我都好歡迎你哋加入我嘅 WhatsApp 群組，一齊分享自己嘅親身經歷同埋感受，亦都可以俾我啦收集更加多靈異或者神棍嘅故事，等我可以分享上 YouTube 俾唔同嘅朋友知道啦。咁我哋個連結咧就已經喺影片簡介嗰度啦，等緊你哋啊！